们真的不想要再当年兽了啦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打算把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呢就开始营业起来啦，变成鬼的。重点是哦，我的那个画面是那个葛灯变成一个 object 这样子往我这边这样子拉，所以它是黑黑这样子，可是我的葛灯其实是米色的。然后就来到第3天，我的妈咪她的脚突然间被人家碰了，慢慢摸。哇，对，我看到后面有东西，我看到后面有东西。欢迎收看哈黑 Channel， 耶 ，Welcome back。那事隔非常多千年过后呢，我就看到我们2条蛇了。没有啦，几个月啊，我们上一次的 YouTube， 你猜是什么时候 upload 的蛇年了。有啊，我们有 on， 对，那就是蛇年没错。由于我们真的不想要再当年兽了啦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打算把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呢就开始营业起来啦，变成鬼的。没有，因为我们这个 YouTube channel 有点像幽灵啊，幽灵突然出频道。现，突然就没有。所以我们回归，我们想，我们要做什么内容呢？就做跟鬼有关的，刚好又是进入鬼节的时候。我们这一档全新的系列呢，就叫做鬼才新年。可是我们回归，我们是不是要给一些福利观众？对，那这一次的回归是会送钱给观众的。鬼才新年游戏规则：每集有3位嘉宾，每集嘉宾会根据主题讲鬼故事，然后有2个人是真的，1个人是假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在下面comment谁的故事才是假的。那答案呢会在下集揭晓。如果你comment答对谁是讲假故事的人的话，我们就送你288奖金。想要这个配钱小红包的话，还不赶快 comment？ 耶！是的，想要赢到我们这个288的配钱小红包的话呢，就记得要专心或者是分析去听一下我们嘉宾讲的鬼故事是真还是假。到底今天的嘉宾是谁？今天你知道我们的嘉宾非常给面子，毕竟我们的 YouTube 都死了这么久了，所以要他们复活的话，我觉得人气非常的重要。是我们复活了，他们来看我们。有7位嘉宾，包括有谁呢？来，欢迎我们的嘉宾。7位哪里来的7位？没有，没有。车子一个挡5位。车子。好了，我们欢迎有车子、佩珊还有德婷。非常感谢他们啦，其实也是1PM，他们是尽量抽时间来陪我们玩的，所以多谢你。OK。除了请了嘉宾之外，其实我们每一集都会有一个主题的鬼故事的。那今天的主题会是什么呢？有请我们的1号分享嘉宾。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，其实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，but 它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，是 after that 我才得知有这个故事的。就是大概8、9岁的时候，就跟家人一起来到 KL 去，可以提到我们会度，因为我们会避。就是某水上乐园。对，但是我们那时候是去住一个 hotel， 是住附近的。然后它的 hotel 又不是那种就是很阿达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电屋的那种3、4层楼的那种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进去住了之后嘞，第1晚睡觉的时候，我阿妈睡我旁边，阿妈发现到那个电视机突然间自己开掉 ，OK。有病啊！掉东西。OK。不要让我紧张。不要让我们的嘉宾，我们嘉宾掉东西，掉东西。最靠近我怕。掉东西。OK，接阿妈。电视机开掉，自己开。对，然后第1晚就是电视机开嘛，然后我阿妈就觉得出来玩就要开开心心的。为什么想到这个？就是她不想要就去干扰到我们的心情，阿妈用一人人的姿态挡住了所有的可怕。然后第2晚的时候，没有想到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，就是我的妈咪她的那个耳朵就突然间有人在呼气。然后我妈咪也没有讲这件事情，她带我们来的，我爸爸没有来。然后妈咪那时候跟姐姐一起睡，然后就来到第3天，我觉得这就有点夸张啊！我的妈咪她的脚突然间被人家碰了，慢慢摸。哇！对，我看到后面有东西。我看到后面有东西。病啊！什么？
小小的是你阿妈。哇，这女鬼挪啊！他其实是我们空的空间的老板之一。然后我们想要，其实他真的觉得是为你而设。为你而设的，因为我们知道你会有很大反应。他们现在两姐妹。所以第3晚就是发生怎样的事情？第3晚的时候，我的妈咪就发现到有人碰她的脚，就这样子慢慢摸上来的那种，然后动到手，然后再动到她的耳朵，再到脸。他那时候是躺着的还是站着的？对对，她在睡觉，睡觉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到有人碰她。这时候我妈咪就动不了了，俗称鬼压床。就有一个重物开始压着她，她就没有办法动了，就是鬼压床哦。然后那时候鬼压床会干嘛？就是很传统的，一直骂粗话，她在心里一直骂粗话。就是一直骂了3到5分钟之后，他才开始能动啊。隔一天的时候，我们就回家了。然后我们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妈咪发现她的脚很多黑青，对，因为黑青是慢慢这样子散出来的嘛，然后越来越明显，然后她就开始生病，一直生病不会好。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像不对劲，他就去问师傅跟他讲，其实你那时候你住到的那间 hotel 之前呢就有一个喊杀鬼，对，然后他就是因为很常进那一间房间里面酗酒，然后带小姐，小姐，可能就是喝酒过度，还是经常熬夜之类的，然后就在那个房间里面暴毙死掉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他就看到他专攻女生嘛，他就是一个很傻鬼。所以他前期是先给阿妈看一下他先，然后可是没有，他本来想跟他爸有点老，换对象，我不敢讲哦，攻击他。你们是没有敲门，什么都没有做的。有什么鞋子敲门全部要打乱都有你有没有哎呀，让他他会不会在赶着你们洗澡啊？好像鬼啊嘛！哎，的确真的会这样。上次我住过一次那种哦，就是所有女人一进去那个冲凉房都开不到水喉的，然后只有男生一进去，我们一开，我们就会觉得女生，是不是你们不会开？只要女生一个人在里面，她就没有水。我知道那个鬼要么就 gay 了，就是想要男生洗澡。她只想看男生洗澡，你跟我全部男生在这边。有可能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好 ，OK，到底佩莎的故事是真是假？那我们就留给观众自己猜啦哈。OK，来到了第2位嘉宾，到底会是谁呢？我的呢是发生在我那时候去台湾，也不算是全旅行，就是一半一半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做东西已经做完了，所以我们想说，其实已经在期待着，哇，隔一天我们要去玩啊，也可以放松了。跟我一起去的呢，有一个歌手叫张艺博，啊，我知道。张和平。so, 对，我跟张和平是一起睡，因为我们租的地方呢是租那种套房很小间的，很小间的。我记得这边半夜2点3点多，我们要睡觉了，然后我开始听到这么有人哭了，对。小女生的哭声，就一开始很小声，好像很远这样的感觉，她的哭啊，然后我就以为是小女生哭，因为我的窗户外面就是那种后巷，听哭下，哎，怎么又停了？然后没多一下又哭，所以我赶快就想说看一下，因为是不是真的有事情发生？就看，哎，没有东西啊，又继续哭，我再听，哎，怎么那声音越来越靠近？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是个地方，然后它不是哭的声音，他是什么？叫床。因为开始听到男生的喘气，然后因为你知道台湾的那个点不到了是没有？这个鬼的故事啊，全部都是。所以其实那一下其实有一点恐怖了，可是后面开始无奈了，不管了，以为就一个这样子插曲就过了。哦，有反转的，对我还以为他就讲完这个就我会生气。老板这是假的，佩姐288红包送给你。然后呢，我就睡觉咯，就哇鬼压床就来了，
重点是哦，通常鬼压床是不是？你们是感觉到是被压的嘛？然后我们是要来起来这样，然后起到这样。我的不是，我是感觉是这样被扯起我的那个画面是那个葛灯变成一个 object， 这样子往我这边这样子拉，所以它是黑黑这样子。可是我的葛灯其实是米色的，所以它就这样拉，到我转过来，因为 piece 的这边是小走廊，站着一个 object， 我很强烈的知道她是一个女的，然后红红这样，我 feel 到她是没有恶意的感觉。他没有恶意到这样。然后他就，可是他又有一个 signal 给我，又叫我看回去这边，因为我已经拉到这边了嘛，转过去这边了，还是拉着的。然后我就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有一个好像一个动作，一个 signal 这样子给我知道说，哎，你看回去这边，这样我就看回去这边，我就看回去这边，又再拉多一次。到我动，我看到 Peace 醒来了，我的手一碰到他吧，我整个人就，我就醒来。我第一件事情做的是，我其实很怕鬼的，可是我不懂怎么，当下我就很生气，你唔好叫我玩鬼，你叫我哋终于搞掂咗，这样子，然后我就骂了，然后我才走過去，喂 Peace， 你知唔知我正我成個過程啊？咩？所以 Peace， 不，你 OK 冇。我就冇你幫我攞個聖經，因為我們有一本聖經在床旁邊，我就抱着，你再過嚟睇，叭咁聲，就睡了。然後隔一天我起來，我在跟 Peace 講這個事情的時候，我想回去那個畫面哦，它真的就是一個很紅的。可是不懂怎麼我有一個感覺就是，他沒有而已。我第一次被壓是這樣啦，不是這樣壓。鬼拉床。這個故事告訴我們。蛤蟆講話好像真的有用，所以 YouTube 不要再闭講話，不要再黃標講話。然後有些時候晚上聽到有女生哭的聲音，開門就覺得。這個故事其實我蠻相信他，因為他形容得很 detail。对，就是通常發生真的事情，你會把那個感受跟所有的細節，你都會記得挺清楚。他剛才講到好像是這樣，他是演員呢，你不要忘記。那我們就看他是不是個好演員咯。對，他這288買，他是不是一個好演員？这是发生在我去土耳其旅游的时候，因为在土耳其旅游的时候哦，其实我去1个月，可是我每一个地方其实我都住青旅，所以我都是跟很多人一起睡的，就是穷游。对，我从来没有住过一个地方是单独一间房，因为穷。对，因为穷。所以这是一个穷鬼的故事。一直到我去到一个小镇，然后那边是没有 backpacker 的 hostel 的，所以我就只能住 hotel。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整个旅程当中第一次住一间房。所以那是我 check in 的时候，我就一进要去，我就觉得人有点少。Sorry， 因为你的下的标题很可怜。这是我整个旅程第一次住一间房。可是我更希望更多人一起陪我，因为那时就是第一次一起住，我就来也了。OK， 好。就是我去 check in 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个旅社其实蛮少人的，是那种居家式的那种旅社，就是大概一栋房可能有10多间，然后他就带我去楼上哦。他去我楼上 check in 的时候哦，我一进到去我就嗅到一种味道，就是那种纳美啊，就是那种房间发霉那种放很久那种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哎呀，等一下我一定要开窗通风一下。他一进到去，他就提醒我说，你不能开那个窗帘哦。他在那里开窗。对，不能开那个窗帘，一定要全程关着。然后我就没有想这样多。怎么会这样跟你讲的？我哪里知道啊？想说土耳其可能有这个考车嘛，然后我就一上到去我就不能了，我第一件事情，他一走我就打开那个窗帘。你又讲是考车，你又不信，然后又开。可是太臭了，你不能，你知道我不能打鼾臭味的吗？那个味道一直上不去，然后我就刚好有买 orange， 所以我就把那 orange 皮，我就把那 orange 皮。我就放在那我各个角落，没有办法嘛。你要怎样哦？我好像没带香水，没有带那种芳香剂哦。也对。就不以为意咯，然后一直我就自己出去走，然后就让房间通风，然后回到来的时候是晚上10点钟，我就在房间就是刷手机，突然间就是有人敲门这样，然后我就惊了一下，然后我就马上开门，开门的时候发现没有人，可是有一只猫走过，是黑猫来的。我当时谁有怎么办？被狗遇到吧？然后我就不以为意，然后我就进去。然后我一进去的时候又在等，然后一开门就是那个男主人，他就问我，你是不是有打开窗帘？我讲他怎么知道
他就讲不要打开哦，因为尤其是晚上10点之后就一定不能打开。然后我想说可能是对面邻居投诉 call 给他还是怎么样嘛？投诉你开窗帘，因为因为他其实是在住宅区里面的。去过去旅行的朋友们要记得哦，10点过后不能开窗哦，不然你可能中3万哦。后来其实不是考车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原因，因为其实我一打开那个窗帘，它对面其实是一间家罢了的。我就关了 everything， 然后之后我就说，哎，对不起，然后他就走开了。然后后来有朋友来 call 我，刚好那天他一 webcam 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就有一点 hang 着了，因为他其实有那个阴阳眼。他就很小心翼翼的就问我说，德廷啊，你是不是一个人在房间？然后我就讲是啊，怎么样了？他就讲哦 ，OK， 这样子啊，这样我觉得我们还是下次再聊吧。你会放弃啊？他不要救你，他不要不是，因为还有 message 你啊，过有救你。对他后来就 text 我了，他讲很烦。他讲他看到后面有一个女生一直在盯着镜头看，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怎么办？然后我就讲，他就讲你是不是惹到什么东西了？我就怎么办啊？谁咯？怎么办？他就叫我说，你现在你就念那个佛经，你就开那个佛经吧。然后我就开那个佛经哦，我就开那个大悲咒，然后一直开着，我心里一直讲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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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就闭眼睛，因为我之前看过，就是说，如果你遇到那肮脏东西啊，你要幻想哦，你的内心哦有一道光从你的身体上发出来，就这样子，就要用你的能量去驱赶它。对，然后我就一直念了，要管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念完之后，那个奇怪的味道就消失了。他听得懂我们华人的culture，然后饕餮的碰撞。对，然后发现原来应该是对面。盯着你，你怎么？这是你的地方来的。那个鬼自己写的。后来才得知，其实应该是对面曾经发生过火灾，所以那个人应该是在那边被烧死，所以他才是不能开窗，不能开任何窗帘，因为会直接对到那个。然后他就会过来。对，然后再加上因为我放了那个橙子，然后那个东西其实因为我到处放，所以就有点像是拜拜的那种概念啊。他引他过来，公平。所以我其实犯了很多错误，而且重点是我进去的时候没有敲到门。因为通常我们去旅行哦，我们不只是敲门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习俗，就是我家里教的啦，我们会学当地的语言。就是会不好意思，我们来住几天，就是当地就学这句罢了。难的。土耳其、泰国、他们马浪百过来吧，受不了不会的。上次我们去日本，我们也是有去学几句，我真是每一个门敲。他故意有学，他真的是，然后我们一敲门我们就拍他。对。出去我们然后就我就讲不好意思来打扰了。但是真的是从小到大，妈妈都是有提醒，有闻到味道就不要乱讲话，这样对，就讲对，就不要讲，或者是我们朋友之间都会打个眼色啊。我们就远离那个地方就可以了。对。好了，听完3位嘉宾的故事呢，讲的3位都很精彩，我觉得他们非常配得成为我们第1集的嘉宾。对，不要把灵异故事每次都打造到这么可怕嘛，是吗？有时可以加一点点小玩笑，让它气氛比较轻松一点点。因为我茶余饭后，我们可能也会把这些东西拿来聊聊，然后来说说。可是当然还是要保持尊敬的事情。其实他们有时候真的只是住在那边的原住民，我们就是真的是外来者，所以旅行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去照顾那边的环境，然后尽量我们可以不要太出格，类似就不要太出格，做一个好的租客，人人有责。好啦，3位嘉宾的故事呢都已经听完啦，所以到底谁是真谁是假，讲真他本身也不知道。对，观众朋友们，你想要赢到这个 Pictet 288的小红包的话呢，记得就是把这个你觉得的答案写在下面啦。是，你可以写配伞，或者是得体，或者是车子，你是假的，然后就讲出你的想法，或者是你对他们的不满。算了。OK， 只要找到答案跟一些 elaborate 就这么简单。然后我们抽中你答对的话呢，这288就是属于你的啦。是的。好啦，所以非常感谢我们今天3位嘉宾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到底真相是什么呢？记得要收看第2集的《鬼才信》。
哟，没得旅行别怕，来空的空间放空一下。这里有舞台剧、脱口秀、剧本杀，体验不一样的人生。舞蹈室让你跟姐妹跳到爆汗舒压，无论是排练、活动、教学，通通都开放租借。从放松心情到释放热情，这里就是你的城市小旅行。用我们的空间打造你的空间。有兴趣欢迎联络我们。